而且又凑巧蓝忘机这套房子离医院特别的远，因为不喜欢去医院，专门买了一个离医院远的地方。他给魏无羡灌了一个热水袋，又从自己的医药箱里面拿出了胃药，倒了半杯温水，但是魏无羡现在没有意识，胃药估计也喂不下去，蓝忘机没的办法，大晚上的去那里都不方便，他只好把药片碾碎了，混着水让魏无羡喝了下去，药片碾碎更苦，苦的魏无羡眉毛都皱起来了。这个样子肯定不能让他在沙发上睡了，蓝忘机想了想，还是觉得把魏无羡放在床上去，看在他生病的份上吧。想到这里，蓝忘机把暖灯打开，魏无羡的脸色现在苍白得很，额头上都带着汗，没有费丝毫的力气就把魏无羡横抱了起来。魏无羡怎么说也得有180，怎么这么瘦？怪不得看着身形清瘦，原来是真的不胖。现在的魏无羡看着十分的脆弱，蓝忘机心想，这个人比自己大了4岁，怎么看起来比自己还显小呢？魏无羡睡都睡不安稳，蓝忘机把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，就坐在一边看着他。他还是把自己蜷缩在一起，宽大的床很柔软，估计是那个胃药起了作用。魏无羡似乎没有觉得很难受了，但是也没有睡好，不知道在做什么梦。蓝忘机面容神色复杂，第一次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自言自语，你问我有没有好好生活？那你有好好生活吗？有好好吃饭吗？蓝忘机眉眼闪过一丝迷茫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也许半年前的相遇就不对，他见了他第一面就应该走的，只要不见面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了。魏无羡难受的了一声，脸色倒是好了些，没有那么吓人的白了。蓝忘机回了神，看着魏无羡的手腕搭在床边上，左手手心上还带着洁白的纱布，上面还有些血迹。蓝忘机皱了皱眉，握着魏无羡纤细的手腕放在床上，动作间不小心碰到了魏无羡的手，手上的触感让蓝忘机惊愕的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发现魏无羡的手指上面居然有了茧子，他怀疑自己看错了，但是那就是茧子，不是很厚的茧子，但也让蓝忘机足够惊讶了。他记得魏无羡之前的手是很修长白皙的，别说茧子了，连一丝小的伤口都没有。而且之前知道他手腕上面的伤之后，魏无羡曾经握住了蓝忘机的手腕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茧子。但是现在他的手上起了茧子，还有些大大小小的小伤口，有的没有贴创可贴，有的还贴了一个创可贴。蓝忘机轻轻地把魏无羡的手放好，久违地感觉到了一阵阵难过。你曾经那么心疼他，厨房刀具都不让碰一下，但是曾经不沾阳春水的手指已经遍地都是小伤口了，手上还划了长一道口子，很疼，但是也没和蓝忘机说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包好了，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如果搁以前，他是会找蓝忘机的撒娇埋怨的，换个药洗个手洗个澡都要以这个为借口让蓝忘机帮他，但是现在也变得什么都往心里放了。他们都变了。魏无羡醒过来的时候脑子有些懵，他这是在哪？他记得他昨天在蓝湛家里呀，不是睡的沙发吗？这么到床上了，这个床很大，他昨天难得和蓝湛睡在了一张床上吗？想到这里，魏无羡心里又泛着些甜意，眉眼都止不住的愉悦。蓝忘机不在，魏无羡还有些失落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昨天都睡在一张床上了，这对魏无羡来说已经进步了很大了。他起身穿好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下了床，看了看时间，才早上5点半。早上5点半，蓝湛不在家，去那里了，应该不会走太远。魏无羡先不想了，他熟练地去了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冰箱里面都是他买的蔬菜和一些食材，他准备给蓝湛做一个简单的早饭。好歹也在厨房里面待了小半年了，虽然他别的那些菜上不了什么台面，但是他早饭可不虚啊。他之前也担心蓝忘机的胃口不好，所以就在网上学了好多有营养的早饭，还有养胃的粥，简单又好做，而且做出来味道还不错。蓝忘机从外面晨跑回来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清香，他愣了愣，看着厨房里面忙碌的身影，他已经不像3年前那样一进厨房里就会逗蓝忘机，然后还添乱。那个时候蓝忘机总会笑着把他推出去，让他等着吃就行。魏无羡的手法很娴熟，清瘦的身材带着一个黑色的围裙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了魏无羡专心致志的侧脸上，
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。他曾经也是一个金贵的小少爷，一点饭都不会做那种，但是现在做起饭刷起碗已经很熟练了，甚至还给整整齐齐的摆放好。蓝忘机心里有些难受，忽然想到了那人手上还带着伤，胃疼好了吗？就大早上起来去厨房忙活。魏婴，身后传来了蓝忘机清淡的声音。魏无羡回头看见蓝忘机的装扮，一下子没忍住笑了出来。他说：“原来去晨跑了，你坐沙发上的等等，我马上就好了。你放心，我做完就直接去公司啦，你慢慢吃。”他一边说，手上的动作也没停。蓝忘机今天穿的是运动装，头上还戴着一个运动发带，荷尔蒙十足，还带着浓浓的少年气。蓝忘机还没说什么，魏无羡就已经端着碗出来了。银耳粥熬的味道很香，带着清淡的甜。魏无羡还给蓝忘机煎了2个蛋，还有一个蔬菜三明治，看起来味道不错，但是只有蓝忘机一个人的。魏无羡走到厨房，把围裙摘下来放回原位。他说：“我要去公司了，你有事打我电话呀，我在忙也肯定能接到的，你慢慢吃，别着急，吃太急对胃口也不好。”蓝忘机皱了皱眉，心想：知道胃口不好，你为什么早上还不吃早饭？魏无羡还说：“我还给你温了一瓶牛奶，你一会记得喝了。”蓝忘机放下手里的勺子，他忽然出声开口说道：“魏婴，你以后别来做饭了。”魏无羡愣了愣，问道：“是不好吃吗？”蓝忘机当着魏无羡的面喝了一口银耳粥，口感很好。他说：“不是，很好喝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是因为什么？”蓝忘机指了指魏无羡的左手，魏无羡一愣，然后就把左手藏在身后，张了张嘴，眼里带着的光暗淡了些，带了些苦涩。是觉得我的手不好看了吗？确实挺难看的，我到时候可以去把疤去掉的。蓝忘机有些错愕。魏无羡笑不出来了，他说道：“好啦，你慢慢吃，我走啦。”蓝忘机还没来得及拉他，魏无羡就已经跑出去了。蓝忘机在魏无羡跑出去之前就把他拦住了，他一把过魏无羡的手，魏无羡还有点愣愣的，干嘛呀？拦站，我去公司要迟到了。无奈，蓝忘机说道：“你吃早饭了吗？”魏无羡说：“没有呀，不过我喝了奶，也吃不下东西了。”蓝忘机抓着魏无羡的手腕用了用力，魏无羡有些纳闷：“所以你醒这么早就给我做了一顿早餐？”魏无羡啊了一声，没有觉得自己错那里了。蓝忘机把魏无羡按在椅子上，说道：“一起吃。”魏无羡有些慌了神，他动了动，说道：“我真的不想吃了。”蓝湛。蓝忘机凉凉的看了他一眼：“是胃不疼了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不疼哎，现在就是不疼呀。”蓝忘机简直要被气笑了，不是昨天晚上疼的时候了。他说：“吃饭，厨房还有吗？”魏无羡眨了一下眼睛说道：“有。”